今天的气温有点高，也是个吉利数38度。高温天气对盆景养护是个难点，趁着机会讲一下盆景在高温季节养护中的伤害、预防。伤害中首屈一指的是高温。盆景正常生长都有一定的温度范围，低或者是高于这个温度，盆景会放缓生长或产生休眠。像今天气温达到38度，对盆景就会产生一定的伤害，主要是太阳的直射对枝叶的灼伤和盆土温度升高对根产生伤害。这个存活不久的黑松就是在太阳的炙烤下产生枯萎。二是风害，和煦的风有利于盆景生长，也可以防止病虫害的发生。但高温季节的风不仅是带走盆土中的水分，更会加快枝叶中储存的水分散失，使树叶失色或者是发黄。风害容易被忽视，而风能带走盆景中的水分不亚于高温下的蒸发，尤其是像楼顶这种环境。三是病虫害，高温季节是盆景生长比较虚弱的时候，也是病虫害繁殖乘虚而入的最好时机。像白粉病、锈病、介壳虫、红蜘蛛等等，一般在这个时候是高发期。这个是金虫，是小时候玩的宠物。这三个是高温季节对盆景的主要危害。怎么防？可以从5个方面采取措施。适当的遮阴，高温季节要减少太阳的辐射，可以采用遮阳网，遮阳率一般在40%到60%就可以。装遮阳网要选对方向，这是南面，这是西面。夏季阳光最强的就是这2个方向，装遮阳网要重点考虑，主要是遮挡下午3点之后的太阳。这个时候气温最高，而盆土中的水分也所剩无几，在西晒下容易产生干盆。我在楼顶采用是藤类植物遮阳，葡萄和丸藤。在建这个盆景园的时候就考虑了西晒，在西面种上了桂花树，遮阳的效果是比较理想的。这个时候葡萄开始熟了，已经成了鸟的天堂。也好，往盆景省的寂寞多1个半。增加湿度，盆景除了根吸收养分，树叶也同样能吸收。增加盆景养护环境的湿度，可以降低因高温蒸发量加大对盆景产生的影响，尤其是下山庄在这个时候的养护。增加养护环境湿度，地面可以铺沙，沙是很保水的。看看我养护的环境，5公分左右的沙，一年到头地面基本上是湿的，就是这样更有利于盆景的生长，也可以降低风害产生的影响。对头生根的利用，关于头生根加快盆景生长的作用，在这里不再重复。今天主要讲一下高温季节像楼顶和阳台小盆景养护中的安全问题。这些在地面摆放的小盆景都是在高温季节采取的措施。地面有湿度，可以减少水分蒸发。这些水是从沙里面流出来的，却没长出来头生根，可以从地面吸收更多的水分。对头生根的生长也要控，生长太旺盛的要把它剪掉，不把它剪掉，它的生长过程就会产生变形。像阳台养盆景也可以像这样，在盆底放一个沙盘，可以防止小盆景在高温下产生失水。对病虫害的防治，重点是预防，及早动手。高温季节怕干盆，把盆景放在采光和通风不好的地方，极容易诱发病虫害。像红枫的黑干病、介壳虫的发生，主要是通风不好在潮湿的环境下诱发的。
空闲的时候要多观察自己的盆景，对病虫害要及早发现，不要等病虫害大面积的发生。动手摘掉这些病虫叶是最有效的办法。这个松树是1个星期前发现的介壳虫，把这个虫叶基本拔掉了。这里还有几根，像这就是介壳虫，把它拔掉之后就没办法传播。等到虫害大面积发生，就像介壳虫，及时打药，对树也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伤害。像硬伤红的锈柄，一般发生在老叶，打药还不如把这些病叶拔掉。对一般的虫害没有发生时，每隔半个月喷1次药是很有效果的。选择盆景正确的摆放位置，厨房盆景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。对盆叶的摆放要按照阳光直射的强弱、不同的树种、不同的生长状况，摆放在不同的地方。像干杉盆的盆景、下山桩、熟桩，这些摆放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。这是上盆不久的水杨梅。不同的树种、不同的生长状况，对阳光湿度的需求和树本身的耐旱性是不一样的。像榆树、金雀、黑松这些耐旱性比较强的树种，可以放在阳光比较强的地方。五中松、防阳也耐旱，但在不同的生长季节，对阳光和气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。像在夏季高温，五中松就要避开直射阳光，要把它放在散射阳光和湿度大的地方养护，这样就不会产生吊针或者是房叶。雀梅和刺兰是不能干盆的，把它摆放的位置要有阳光，又要防止干盆，把它放在湿度大的地方是比较稳妥的。这些都是干自肉的雀梅，不能把它放在阳光强烈的地方，必须把它放在半阴和湿度大的地方养护。看看这个补根不久的榆树，把它放在散射阳光下，这个地方的湿度大，补的根已经全部发芽。扦插或者是干杉盆的树桩位置的摆放是非常重要的。像这个扦插的粗干火棘已经开始长根了，这是扦插之后没浇过水，主要是靠散射阳光和湿度。这棵榆树上盆1个星期左右，芽就爆满了。高温季节只要做好这5点，养盆景是没有问题的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山区龙傻，下期见。